正能量害死人，一边倒才是死翘翘吧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清迈旅居的小 F。有人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说，你觉得国内啥都不好？当然看哪儿都好啦。就好像早前总有人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，外国的月亮都是圆的，你应该很久没回国了吧？加上现在网上又是一片什么金字塔是假的，和爱因斯坦的成就是假的，蒸汽机甚至安全带都是抄袭了我国的永乐大典。这怎么听怎么就有种除了我其他人都是渣渣，老娘啊，我就是天下第一，其他都是模仿者的那种感觉呢？更像某些宗教，除了我信奉的神，其他都是邪神，不信我则下地狱。如此的正能量真的很吓人，也很恐怖。如果时光倒退个50年，反对意见者是不是全部都会被批斗死呢？还得扣个不爱国的高帽子。说到这里，我再讲个你曾经听说过的故事。一个富翁见到海边在晒太阳的渔夫，问他，你怎么不去工作挣钱呢？渔夫说，我为什么要挣钱？富翁说，有钱了，你就可以像我一样享受沙滩和阳光了。渔夫说，我现在不是在享受沙滩和阳光吗？有人觉得渔夫追求的是一种淡泊宁静、心平气和、万事随心的人生，也有人认为富翁则是立志高远、努力奋斗、坚持不懈，有着理想的激情人生。那如果让你从渔夫和富翁中选一个自己想当的角色，你会选择哪个呢？我想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当富翁吧。明明精神上喜欢渔夫，但生活中却更喜欢当富翁。事实上，无论你把自己安在渔夫的角色还是富翁的角色上，都是一种认知的局限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我们想想，渔夫每天所接触的到底是什么人？每天做的是什么事情？而富翁每天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接触到的又是什么样的人？渔夫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天气好去捕鱼换钱，然后抽抽烟、打打牌、晒个太阳，钱花完了再接着出海捕鱼，每天基本如此，自然形成这样的观念：3天打鱼，2天晒网，没事儿吹吹海风，喝喝小酒，日子过得悠哉悠哉。而富翁则是另一种认知，在富翁的认知里，渔夫现在美好的生活就是一种假象，因为富翁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不去努力赚钱，增加收入，为未来或潜在的风险做好保障的话，你还能在这里晒太阳？在富翁和渔夫的故事里呢，如果我们只站在其中一方的角度，那也只能形成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。试想，如果我们让富翁在这个故事面中输掉，我们可以理解为富翁不远千里来看海，却总惦记着权益纷争带来的快感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站在富翁的角度，让渔夫在这个故事当中输掉，可以呈现的场景有：万一以后政府不让捕捞了，万一连续不断的大雨不能下海捕捞了，万一再不幸碰上个海啸，人船两不在了，这样没有保障的生活如何经得起风吹浪打？反正渔夫没有想到过，因为每个人从小接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，那肯定会发展成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在此声明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轨迹，过自己的日子，愿怎么过就怎么过，无所谓谁对谁错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小 F 选择旅居在看似一个落后的地方，也正因为出生在上海，
见证了经济腾飞的那段时期，也遇见和经历了无数的良师益友。再次感恩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个你和每件事。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书《西方哲学史》中说道：人生来无知，但不愚蠢，让人愚蠢的是教育。罗素不是反对教育，而是反对那种灌输型的愚蠢教育。好比现在的大信息时代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信息茧房当中，每天看似刷着不同的信息，但却只接受着一种意见。漫漫岁月，人是不是很容易变得轻信和盲目起来，以至于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理存在呢？最后我也想说，落后也好，先进也好，都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。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，越成长越喜欢清静的乡村生活。也正因为去过40多个国家，跟不同国家的人打过交道，让我发现现阶段留在台北的麦村这样一个小城市，享受着孤单的恬静和快乐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阳到了极致，必然会转为阴。阴到了极点，也必然要转为阳。当你真以为自己缺失了什么，你就真的会缺失，而且会比实际缺失的更多。你会觉得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事物在眼前都变得可疑起来，所有向外的投射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。落后不一定挨打，但对落后的回避、遮掩，因落后产生的报复性的骄傲，那是不是一种看不见的毒素，正在侵蚀着我们的人心？如果条件允许，先练习一下放纵，损失有限的金钱，或许我们可以用一种中立而平和的眼光看自己，看他人，看万物。你同意不同意呢？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吧。毛主席都说了，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，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、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。好吧，就这样结束，拜拜，下次视频见哟。